新婚之夜，女孩等不及的要和新郎洞房，新郎推辞了很多次，不愿意前去迎娶，女孩索性反锁上了房门。要知道，在古代，结婚就像是开盲盒一样，根本不知道洞房花烛之前新郎长什么样。传闻说晋氏家的长子姜太和丑得离谱，颇家大小姐朴莲玉也没对此抱太大期望。她心想，只要新郎不太丑陋，她都能接受。于是她喝了一壶酒壮胆。怎料传闻的确有些夸张，就在朴莲玉还沉浸在中头彩的喜悦中时，姜太和急不可耐地褪去了莲玉的衣裳，解开自己的裤腰带，然后拿出一把小刀，割下了彼此的衣带，并将衣带交给了莲玉。他表示这象征着离别。姜太和向莲玉道歉，因为他从小就患有心悸，自觉寿命不久矣，但无奈祖父以死相逼，要求他传宗接代，才做出了这卑劣的骗婚行为。但当发现婚约对象是朴莲玉时，太和并没有耽误他的幸福，所以他退婚了，尽量减少伤害。看着姜太和真挚的表情，莲玉开始犹豫不决。他询问他此刻胸口是否不舒服，太和表示现在感觉很好。莲玉不愿放过如此优秀的基因，他激烈的反抗，结果太和胸口突感不适，随即口吐鲜血。当他弥留之际，太和再次向莲玉道歉，让他不必自责。其实太和至死也没有告诉莲玉，小时候他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那天离开时，莲玉不小心遗落了蝴蝶玉佩。从那时起，姜太和默默地关注着莲玉，而莲玉由于出身于豪门，对男色和财富并不感兴趣。他数次装疯扮丑吓退了媒婆，只为了专心发展事业。他沉迷于制作性感服饰，却遭到父母的反对，于是他改扮成了神秘的蝴蝶先生。有传言称，只要穿上蝴蝶先生的服饰，无名小卒的艺术家也能变身为众人瞩目的名媛，连普通女孩穿上它们也能立刻迷倒众多男士。这种超前的时尚风格，甚至让身份高贵的公主们也手不释卷。正是这个原因，引来了皇帝的不快。他命令毁掉全城所有被认为破坏风化的服装，并且要捉拿蝴蝶先生。这时莲玉仍在村中寻找潜在的顾客，他看到一个走在对面的丑陋男子，如果能让这个丑男穿上他设计的衣服出嫁，他的设计定能一举成名。于是他跟随那个丑男走进了一座院落，正想偷窥院内时，房门突然开了。姜太和及时抱住了差点摔倒的莲玉，莲玉埋怨他开门一点声音都没发出。姜太和看着眼前的女子，误以为她是家中的仆人，责问她怎敢这样对主人说话。就在他们交谈之际，太和的继母走了过来，莲玉急忙捂住太和的嘴，躲过了一次危机，目送着那个女子远去。太和心里已经认出了她。与此同时，官兵在附近搜查，抓捕那些售卖破坏风俗的衣服的商人。他们将店主抓了起来，并且逼问这些衣服的设计者是谁。店主一指远处的莲玉，莲玉吓得立刻拔腿就跑，官兵紧追不舍。突然有只手抓住了莲玉，没想到又是太和，然后他们一起逃跑。前方出现了一个死胡同，两人无计可施之际，一位穿红衣的女子出现了。官兵赶到时，却发现两人已经消失不见，实际上他们躲进了轿子里。正当官兵打算搜查时，红衣女子声称他们正要去拜访义敬府，迟了会不会负责任呢？一听是义敬府，官兵顿时慌了神，那不是他们的上级吗？官兵们被吓得落荒而逃，莲玉就这样侥幸躲过一劫。在离开的时候，莲玉又不慎遗落了一块怀表，但是太和这次并不打算占为己有，他找到朴府想要归还，恰巧遇到了翻墙逃婚的莲玉。看着眼前英俊的男子，他又想到了自己最近频繁被催婚的困境，不禁问他是否已经结婚了。此刻他心里想，如果非要结婚，还能有选择的话，那该多好啊！回到家，父亲再次软禁他，并给了他最后通牒。这次他再也不能刁蛮任性了。7月的婚约必须履行。莲玉明白逃避是无济于事的，只能默默接受。但是实在没想到，这次婚约的对象竟然是传闻中的汉城第一丑男。村民们议论纷纷，都想看莲玉的笑话。莲玉的母亲也向他道了歉，安排了这样的婚姻对象给他。但是这个婚姻必须进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传闻中长相可怖的男子竟然如此俊俏，而且还是老熟人。强烈的反差一时间让莲玉忘记了何为矜持，他迫不及待地想和他共度洞房之夜。怎料姜太和不但心病缠身，而且还十分严重。第二天，姜太和的继母找上门来，不等莲玉解释，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并将扫把星克夫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莲玉反问姜家为什么隐瞒病史。无论如何，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关爱，即使姜太和提出割袍断义，他也会守丧3年。晚上整理丈夫遗物时，发现了一块吊在一旁的蝴蝶玉坠，正是他儿时丢失的东西。还没想明白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姜太和手中时，房门被人打开了，一个戴着4筒面具的神秘人将他带走。莲玉拼命挣扎，抓住了院中的紫薇树枝，怎料树干脆弱如薄纸，片刻之间就被折断。4筒毫不留情地将莲玉抛入旁边的井中。此时莲玉的怀表掉落，天空中出现罕见的18星连珠，时间仿佛一瞬间凝固了，只有莲玉掉进了深井，一直往下沉。镜头一转，来到了21世纪，一个男人正在忙着准备自己的婚礼。此时秘书带来了个坏消息，新娘联系不上了。男人正想问秘书是怎么回事，突
突然发现泳池里有人在溺水，他看着慌张的秘书笨拙地戴着泳圈，又看着泳池里挣扎的女人，于是他脱下衣服跳进了泳池，一把抓住连玉，然后一起上了岸。连玉清醒过来，睁眼一看，却看到了已故的丈夫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连玉激动地一把抱住他，显然男人并不认识他，但巧合的是，男人不仅长得和他已故的丈夫一模一样，连名字也惊人的相同，都叫姜太和。姜太和是 SH 集团的总裁，而今天正好在这家酒店举办婚礼。没想到新娘突然联系不上了，眼看婚礼马上要开始了，少了新娘怎么办才能结婚呢？于是姜太和想让眼前的女人和他完成婚礼，反正只是为了应付爷爷举办的假婚礼，不管新娘是谁都无所谓。太和的爷爷身体不好，虽然可以联系到国外团队来治疗，但爷爷始终不愿意出国，除非亲眼看到太和结婚。所以太和筹备了这场假婚礼。他们随即给朴连玉进行梳妆打扮，第一次穿高跟鞋，显然有些不适应。太和吩咐说，如果遇到一个老爷爷，不管他问什么，只要微笑点头就好。婚礼顺利完成，爷爷也对这个假孙媳妇非常满意。结束后，太和吩咐洪秘书将连玉送走。还没搞清楚穿越设定的连玉追上太和质问为什么三番四次的将他推开。太和指向远处的王宫，告诉他距离最后一任君王驾崩已经过了100年。这个信息量真是巨大，200年前的 CPU 显然一下子就烧坏了。不过很快连玉就理解了一些情况，目前看来他还活着，不管这里是朝鲜还是首尔，眼前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姜太和。然而太和却甩开了他。洪秘书原本想送连玉去精神病院，但回头却发现他不见了。连玉一个人站在古城楼下，夫君的面貌仿佛就在眼前，然而一切只是他的幻想。他身处陌生的世界，没头没脑的在大街上游荡。连玉不知道该去哪里，他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徘徊，无处栖身的他只能在夜晚在公园过夜。第二天，连玉来到一个商场楼下，他站在旋转门前，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他洒的咖啡被一个男人踩到，他直接摔倒在地，咖啡又洒了一脸。连玉起身去追，他跑着跑着，一只高跟鞋掉了，他直接向那个男人砸去，他还把太和给他的钱砸在了那个男人的脸上。连玉坐在公园的板凳上，看着对面一对男女接吻。难道现代社会都这么开放了吗？他感叹自己怎么会掉进这个奇怪的社会。此时一个小男孩捡到了连玉掉下来的钱，打算归还给他。于是连玉请求小男孩帮他一个忙，两人来到便利店。连玉一整天没吃饭，打开一袋巧克力，就这样他吃到了人生中最好吃的东西。另一边，洪秘书打来电话告诉太和，爷爷临时取消了出国手术的安排，现在正在住处等着太和回家。爷爷想见孙媳妇。太和撒谎说连玉出门锻炼去了，急忙联系洪秘书商讨对策。即便韩国再怎么小，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人也并非易事。不过洪秘书还在附近，在便利店发现了连玉的踪影，于是太和决定去碰碰运气。好巧不巧，看到2个学生拿着手机对着窗外拍照，一看到太和，连玉立马生气的离开。太和大步流星的追了上去，请求连玉再次成为他的妻子。这回连玉坚决的拒绝了。她明白眼前这个男人只是和她丈夫长得很像，但他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双方平静下来之后，太和又向他提出了要求，只需帮他应对一下他爷爷，不仅能免费吃住，还能拿到一大笔钱。想到至少不必露宿公园，连玉就先答应了。连玉第一次乘坐汽车，竟然尝试从车窗爬进去，太和气得差点打他，直接拉着他塞进车里。因为是第一次乘车，连玉感到有点晕车，差点在爷爷面前吐出来，没想到被误认为怀孕了。还没来得及解释，爷爷就匆匆离开了。不知道爷爷下次何时会突然来检查。太和让连玉先住在2楼，明天他会准备一份合约来详谈条件，没有重要的事，叮嘱他不要随便下楼。连玉高兴地同意了。晚上正想上床睡觉，却被化妆镜里的自己吓了一跳。玩着玩着就觉得肚子饿了，太和夜里口渴，想去冰箱拿水喝，却突然看到一个吓人的场面，吓得他当场晕了过去。原来连玉误将番茄酱当巧克力了。太和问他半夜穿成这样是想干什么，话还没说完，就被番茄酱喷了一脸，然后又发现冰箱里有一整箱牛奶。他知道在古代这是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想到这里，连玉就一口气喝了起来。第二天在公司里，太和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是他那轻浮的弟弟发来的，祝贺他结婚了，还说很好奇他的结婚对象是谁。太和总感觉有不好的预感，急忙往家赶。这时连玉正在家中观看古装剧，尝试通过电视回到过去。这时有人打开了房门，来人正是太和同父异母的弟弟泰明，他就是之前在商场见到的那个人。紧接着又有一位女士步入了房间，出乎意料，她是太和古代时的继母明女士。就在昨日，太和的汽车在地下停车场发生了意外，这次事故绝非偶然。可疑的是，这与继母明女士似乎有关。她一进房间，明女士带着一股威压，轻抚着连玉的秀发。被召回的太和迅速抓住了她的手。明女士问来看望自己的儿媳有何不妥，太和回答说她妈妈已离世，请她离开她的家。明女士以爷爷下周庆生为理由，
坚持要他们一起去。出门后，他又嘱咐他的亲生儿子，让他抓紧机会在公司升职，否则将一无所有。太和对连玉表示不满，质问他为何单方面答应。那位女士参加爷爷的生日聚会，还说等合同签完就让他离开，而连玉却说他找到了回去的方法。边说边打开了电视，他坚信能通过电视返回。太和感到非常困惑，他认为电视里的都是假象。连玉一怒之下再次离家出走，他向路人询问景福宫怎么走。出租车上，他被繁华世界吸引。司机发现这女士有些不同寻常，他问她是否有钱支付车费。连玉说自己没钱，但他有更宝贵的东西。他取出了一瓶牛奶，声称那是国王专用的。司机气愤地停下了车。到了警局，连玉也让警察感到头疼。当看到照片，原来他就是洪秘书要找的人。连玉意识到情况不妙，抓起包包就往外跑。不知所措的连玉回到了泳池旁，他又想尝试从这里回家，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泳池。他既不是美人鱼，也不会游泳，幸好太和及时跳水救了他。救上来的连玉靠在泳池边紫薇树旁痛哭，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回家。但他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他确信自己那天是被人扔进了井里，在睁开眼时自己就在这泳池边。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个样，他肯定院子里的这棵紫薇树就是他家的，上面的刻痕是他父亲留下的。目前的姜太和还是不懂连玉为何如此行为，但看着哭泣的他还是觉得心疼。等连玉情绪稍微平复些，姜太和就带他离开了酒店。正巧看到服务员推过一幅古画，那幅画似乎就是挂在自己卧室的。回家后，太和与连玉签了份契约，他只需扮演妻子1个月，时间一到就得自己离开。契约的条件也挺简单，遵守几条规则就行，无条件适应他的生活习惯。第2，不得私下见他家人。第3，对这事保持秘密。第4，不准在他人前提及朝鲜。第5，如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公平起见，连玉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那就是必须帮他回家。为了让连玉适应新生活，太和教他看电视，教他使用一些基本家具，还让他和扫地机器人交上了朋友，最终带他去购物。第2天在公司，姜太和计划举办一场画展，目的是促进与美国的文化交流，并准备进军纽约市场。这时继母得知了一件事，公司内的那幅古画是真迹，但太和还浑然不知。继母打算利用这幅真迹，嘱咐秘书不要告诉太和，他想让他在画展上出糗，想要破坏这次活动，如此一来他就能夺回公司控制权。但他心里明白，无论怎样的权力斗争，最终继承人还是姜太和，在自己儿子姜泰明和自己之间做选择。但是泰明对这一切都不感冒，他完全不想掺和。泰明气急败坏地捏碎了杯子，看起来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对劲。被激怒的姜泰明把连玉诱骗到公司，知道是太和的公司后，连玉想要逃离，却被泰明强行拉了回来。在拉扯中注意到了泰明手上的伤，连玉轻轻解下发带，细心地帮姜泰明处理伤口。趁泰明分神之际，连玉机敏地逃了出去，正好遇到洪秘书和姜太和。太和让洪秘书把连玉送回家，连玉却走向不远的画作，告诉他们这幅画是假的。他非常确定这不是润言的真作。这时，美国的贵宾已经到了公司。在这焦急万分的时刻，连玉回想起酒店的那一幕。太和让洪秘书争取时间，他和连玉急忙赶回酒店。后妈知道后，主动接触美国贵宾，强行带他们去看画展，试图破坏太和的计划。当贵宾看到空空的展柜，后妈虚伪地向宾客们道歉，并告诉他们是太和的疏忽，因为得到的是假画，匆忙撤展。就在他以为计划成功时，太和带回了真迹，画展非常成功地举办了。爷爷对此非常满意，把开业1周年的活动也交给了姜太和负责。正当后妈怒不可遏时，秘书传来了一条消息，他们找到了那个差点和姜太和假结婚的女孩。另一方面，为了感谢连玉，太和请他单独吃饭，并且想了解连玉是如何识破那幅画是假的。原来连玉和润言是朋友，连款式都是他参与设计的，所以他一眼就辨别出真假。太和信不信倒在其次，连玉侃侃而谈，面对满满一桌的美食，忽然间想喝酒。朴连玉酒量一向普通，喝了几杯就醉得人事不省。太和无奈地背他回家，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连玉就在电源插座前自言自语，手里拿着筷子，似乎要往插座里插。太和及时抓住他的手，两人一起倒在地上。躺在连玉下面的太和心跳急速，这熟悉的心跳唤醒了连玉的回忆。在微醺的状态下，他忍不住吻了上去。在被连玉吻过之后，太和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到了他的日常工作，晚上回家也无法安心，以至于失眠，整夜难眠。这一天回家，竟发现连玉在对着扫地机器人，正在用它玩冰球游戏。原来他在模仿电视上的比赛，发明了扫地机器人的新娱乐方式。太和看着这位可爱的女子，心想这个契约妻子可能真有点问题，因此带着她去了医院。连玉的表现看起来就跟精神病患者似的，初步检查发现连玉非常正常，她的大脑结构丰富，甚至显示她可能很聪明。谁能想到200年前，朴连玉就已经设计了超短裙，
但是连玉的行为确实有些古怪，医生也被弄糊涂了，连做 CT 扫描的时候都不配合，最终只能束缚着他进行检查。太和望着连玉，回忆起他曾经说过的话，开始怀疑自己，难道他真的是穿越时空来的？他们回去的路上，一个女人突然出现，这让太和想起了母亲去世时的情景，心口一痛，他坐倒在地。连玉一直在安慰太和，最终太和平复了情绪，他对这个神秘女孩产生了兴趣，但找不到任何关于朴连玉的信息。突然记起连玉曾提及，他父亲的家乡是咸阳，叫朴才园。太和就打电话给洪秘书，让他从朴才园这个线索开始调查。同时，泰明找到爷爷，想要加入公司，爷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闵代表却感到非常疑惑，询问他为何突然这么说。泰明说：“不是你让我为自己争取吗？”还说他之前站错了队。闵代表告诉他自己赢不过太和，自然也赢不了他。为了揭露太和假结婚，闵代表找到了原本将与太和结婚的金夏英，并出高价收买了他的合作，希望他能在爷爷生日当天出面揭发太和。为了避免露馅，太和对连玉进行了紧急培训，简略介绍了太和家族关系后，洪秘书给连玉原著漫画速读，但漫画里的字连玉不认识，只好从拼音开始学习。他聪明的大脑很快就掌握了大部分知识要点。爷爷的生日像重大考试，让连玉感到紧张，但走进屋里，发现都是熟面孔。像马川嫂的女人是太和的姑姑，旁边的李瑞俊小朋友更是熟悉。小俊暗示他别泄露认识的事，因为他当天逃课不想家里人知道。吃饭时姑姑就出难题，问连玉怎么勾引到太和的。连玉回想姑姑的资料，想到秘书教他的强势回答，一定要气场全开，所以他说因为我美。这时候一位佣人打翻了餐具，佣人对连玉使了个眼色，连玉跟着他进了屋，认出她是自己的侍女四月。原来四月听到院子动静，跑出来看个究竟，只看到井边的一双鞋。当他探头向井里看时，他被一束金光吸入后，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马路上，差点被一个和马川嫂长得很像的女人撞到。他灵机一动，故意装作被撞，没想到就这样遇到了和少爷相像的姜太和。他心想留在这里迟早能见到小姐，没想到直觉真的很灵。就在主仆两人沉醉于穿越重逢的喜悦之中，后妈派人强行将金夏英带走。本来打算逃跑的金夏英被一个骑摩托的男人挡住了去路，他试图阻止他们赴爷爷的寿宴，谁知后妈身边的小秘书非常厉害，几下就将骑摩托的男子摁倒在地。洪秘书给姜太和发了条短信，说拦截没有成功。正当姜太和欲起身前往门口时，金夏英已经出现在了现场。就在后妈以为自己稳赢的时候，泰明向前一步抱住了金夏英，声称她是自己的女朋友，还让她向爷爷问好。闵代表看到这不争气的儿子，忍不住嘴角抽搐，一出来就给了他一巴掌，质问他在做什么。泰明却说之前已告诉过你，我还没决定站哪边，所以别来刺激我。太和找到泰明，问他是不是生了什么大病，没想到泰明告诉姜太和，他这么做只是因为觉得无聊，让他别放松警惕。游戏才刚刚开始，他要一点点抢走太和的一切。事情结束后，洪秘书安排金夏英紧急出国躲风头，然后回去向姜太和汇报了情况。这时候他收到了一条消息，他之前委托人调查的朴才园有了线索。调查显示朴才园是朝鲜后期的史官，祖籍确实是咸阳，有个女儿叫朴连玉，这和连玉之前告诉他的完全吻合。然而回到房间时，发现连玉不见了，他的电话也联系不上，他手机上的定位软件最后的信号是在附近的深山中消失的。原来不久之前，连玉看到一个跟天明长得很像的白发神秘人，他跟随那人进入深山，结果迷路了。他面前是一座孤零零的墓碑，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黑衣人悄悄出现在他背后，黑衣人似乎打算偷袭他。就在他回头与太和四目相对的刹那，周围的一切都忽然静止了。连玉本想冲向太和，却意外的滑倒了。就在危急关头，太和及时抱住了他，二人一起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深渊。现代的丫鬟四月告诉连玉，他最近看了一本关于穿越的书，书中说要回到原来的世界就必须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往往与穿越者心中的遗憾有关。仔细一想，小姐心中的遗憾就是新婚之夜，还没来得及洞房，少爷就去世了，所以老天让他穿越到21世纪，任务就是完成那个洞房之事。逻辑上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连玉觉得这太荒唐了，他大喊就是为了出夜吗？他不敢置信，可这个念头一旦种下，不知不觉在连玉心里生根发芽，他经常感到烦躁不安。四月则忙着熬制补药给他们服用。这一天，太和刚走进家门，就被扑面飞来的母鸡吓了一跳，那只母鸡正好落在了洪秘书手里，洪秘书被吓得几乎晕过去。就在这时，四月一把捉住了母鸡，他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顺便安慰了一下受惊的洪秘书。连财阀少爷看到四月的样子也是一脸敬意，四月笑着回应了少爷，说这是专为你和小姐的出夜准备的补品。在离开之前，四月还特意看了洪秘书一眼，洪秘书原来早就偷偷喜欢上了四月，而四月对他也有所倾心。另一边，
闵代表召集了董事会的所有成员，他宣布了姜太和秘密结婚的事情，并且在会中挑拨会长，说会长听说孙子结婚，就打算把整个公司都交给太和。这当然让董事会的人都不高兴了。就在这时候，爷爷走进会议室，毫不客气地坐到了闵代表的位子上。爷爷半开玩笑地问大家：太和结婚了，怎么没人来祝贺呢？这时候有个不懂事的家伙讽刺爷爷，说不至于因为结婚就把公司交给太和，建议处理好跟美坛的合作事宜后，大家再来考虑这件事。但散会没多久，美坛那边突然宣布不合作了，肯定是闵代表在背后捣鬼。爷爷找太和谈话，建议他暂时把连玉送回意大利，因为董事会都知道他结婚的事了，加上闵代表在那儿煽动大家，太和的处境有点不妙。经过权衡后，认为送连玉回意大利是最佳选择。太和让爷爷别担心，说自己会处理好一切。他决定先和洪秘书继续调查朴才元。史学家告诉他，朴才元是朝鲜末期著名的学者，而颇家旧宅就在现在的首尔酒店所在地。太和只想知道史书里有没有关于朴连玉的更多记录，但找不到更多线索。他和洪秘书重复观看那天酒店的监控录像，确信连玉就是突然出现在泳池里的人。酒店里还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说泳池旁的紫薇树以前从来没开过花，但就在那一天，紫薇花全都开放了。从丫鬟4月的行为来看，他和连玉可能都是穿越过来的。这听起来虽然难以置信，但似乎不得不接受这个推测。太和回到家，看到连玉在晒床单，一阵微风吹过，阳光照在连玉身上，闪闪发光。太和不由自主地看呆了。连玉回头一瞥，发现太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害羞地问为什么这么看他。太和说他只是在欣赏他，在看着从朝鲜时代穿越来的连玉小姐。连玉感到被理解，忍不住跑过去抱住了太和，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就在这个时候，太和一不小心滑倒了，还不小心拉下了一段床单，把他们俩裹在一起。正好这时喷头也开始工作了，给这对手足无措的二人添了点浪漫气息。不得不说，刚穿越来的4月真是太懂事了。而一门心思想进公司的泰明被分配到了刘和娜手下。他刚一介绍完自己，公司里的手机短信纷纷响了起来，大家都收到了太和结婚的消息。显然这是闵代表干的，公司里一片混乱，谣言满天飞。这时太和在电梯里碰上了闵代表，太和说闵代表看起来比他想象的还要害怕，闵代表却说太和看起来比他想的还自大。连玉独自在家有点无聊，作为朝鲜首席设计师，他手痒想做点设计。他在太和的白衬衫上绣上了梅花图案。太和表面上装作没事，心里却是乐开了花。第二天，大批记者围堵了公司，他们想要采访太和的婚礼新闻。太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报道，气得浑身发抖。他的私人医生找到他，告诉他最近体检的结果不太好，建议他赶紧去美国做全面检查和治疗。但太和不想在这个紧要关头让闵代表知道他心脏的问题，否则他肯定会利用这个问题。医生劝不动太和，只好给他带了血管舒张剂应急，这在关键时刻可能会救命。就在这时，连玉发现太和忘了带重要文件，他匆忙化了个淡妆就赶到了公司。刚到公司就被记者围住了，幸亏泰明及时帮他摆脱了困境。知道现在的特殊情况后，连玉决定先离开公司。正要下楼的时候，他远远地看到一个身影，很像他妈妈，他忍不住跑上前去抱住了那人。太和正想上前制止，那个女人却向太和示意没关系。同时在另一个会议室里，闵代表正暗自窃喜，在讨论姜太和与美坛公司的合作事宜时，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那位被连玉拥抱的女性正是美坛的负责人。就在不久之前，他注意到了姜太和衬衫上精美的梅花刺绣，得悉是连玉亲手绣制的。他立即决定改变原有计划，决定与姜太和合作。他还对自己的爷爷夸赞说太和的妻子手艺非常好。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连玉也加入他们的团队。公司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多亏了连玉意外的帮助，太和在公司迅速声名鹊起。在他回办公室的路上，太和的胸口突然剧痛。正在这时，闵代表来访，太和忍住剧痛向洪秘书发送了求救信息，连玉则在观察他变黑的蝴蝶挂饰。这是两人一起从山坡滚下时染上了太和的血。4月曾经提到过，银器遇到有毒物质会变黑，连玉决定让人去检测这个挂饰。这时闵代表注意到了太和的异状，正要质问之际，洪秘书及时赶到并打断了他。闵代表没有继续纠缠，转身离开。吃过药的太和渐渐稳定下来，连玉最终接受了太和的邀请，出任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为了不让同事知道他们的真实关系，两人决定保密他们契约夫妻的身份。太和的女秘书何娜早已知晓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闵代表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泰明对连玉早有情愫，看到大嫂来公司工作，他自然不会错过亲近的机会。太和见状心中不悦，公司的同事们聚在一起，太和目睹连玉与其他男职员正在餐桌上热络交谈，泰明也加入了他们。何娜见机不可失，然而太和对他却不感冒。同事们也在背后议论连玉和那个男职员是否恋人关系。那位男士表示他不介意，但担心连玉会感到不舒服。连玉却不以为意，表示自己没事。
泰明忍受不了，情绪失控的发怒了。那个男人继续给连玉斟酒，只因为连玉一旦醉酒就总爱做某件事。当男人好奇地问起是什么事时，泰和想起了连玉醉酒亲吻自己的那一幕，于是立刻下令结束了聚餐。满肚子不悦的泰和面色阴沉，看着那个男人还在继续约连玉，他急忙用脚踢提醒洪秘书去阻止。泰明试图英雄救美，却被同事拉去唱歌，盯着连玉和那个男人远去的背影，把所有怒气都撒在了洪秘书身上。回到家的泰和气得想要冥想，尽管在公司里装作互不相识，但这样的行为也太过分了。他后悔开这个聚会让他们俩相识，自己作为名正言顺的丈夫却只能暗中观察。就在那个男人快要得逞的时候，泰和大叫一声后赶紧躲了起来。泰和装作若无其事，听着连玉对那个男人赞不绝口，心里满是厌恶和愤怒。爷爷一直在找人修复那幅画，看着连玉的爷爷似乎又发现了些什么，而那块手表不就是连玉爷爷送的吗？第二天，何娜让连玉使用电脑制作一份韩服企划案。身为一个穿越了200年的女子，她怎么可能会操作电脑呢？最后只好同意用手绘的方式进行。泰明为了赢得大嫂的心，决定带着她去实地调查做报告。听到顾客吐槽韩服穿着不便和其他种种穿着韩服的担忧，连玉也打算把韩服设计的更加时尚简洁易穿。闵代表横冲直撞的过来，他表示没想到连玉能混进公司，还说连玉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泰明拦住他妈妈，表示自己真心喜欢这个女人，让她别对连玉怎么样。爷爷找到了泰和，带他到了一间小屋前。泰和在这间小屋里经历了生命中最无助的时刻，他的母亲就在自己面前去世，自己却无能为力。从那以后，这座小屋就成了泰和心中的噩梦。那时为什么闵代表会出现在房间外呢？泰和始终解不开这个困扰他的谜。今天爷爷又领他来到另一个屋子前，告诉他想要在公司成为代表，就必须通过闵代表这一关。第二天，洪秘书找到了泰和，他们查出了那次车祸的原因，是因为有人故意安装了微型爆炸装置。洪秘书怀疑是闵代表干的，他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还担心连玉他们可能会遇到危险。洪秘书的猜测很有可能是对的。自从抢在闵代表前拿下了美坛的合作，美坛的代表就请连玉去公司做设计总监。如今连玉在公司出现的时间更长了，这使得他面临的危险大大增加。因此泰和决定在1周年发布会上亲自公布结婚的消息。这一举措让闵代表措手不及，虽然打乱了他的计划，但也看出泰和非常关心朴连玉。连玉那边也得到了一条震惊的消息，他请人检测的挂件上的血迹变黑，是因为里面检测出了底霜，这意味着她新婚之夜的丈夫是被毒死的。连玉在思考凶手是谁时，一只蓝色蝴蝶飞到了她眼前，随后4周的一切都静止了。一个女人向她走来，是天明先生。遇到故人，连玉非常激动，她问天明是不是把她送到了年。天明含糊地说也可以这么说，并告诉她他要找的答案都在她腰间的挂绳上。天明请求她打造一个像绳结一样复杂并且重复的因果结局，这样她就能知道答案了。连玉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时闵代表的秘书找到了连玉，将她带走了。刚好被洪秘书看到，他赶紧通知了姜泰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闵代表把连玉骗到了一个别馆，虽然知道这是个陷阱，但泰和还是忍不住要去救连玉。屋里，连玉注意到墙上挂着的4筒面具，不就是那个神秘人戴的吗？他走上前细致地检查面具，不小心触发了后面的暗门。他走进了密室，地上散落着一串贝壳，捡起时不慎跌倒了。泰和听到动静以为连玉出事，急匆匆冲进屋子找到他，没想到突然心脏病发作，急促的喘息，陷入剧烈的应激状态。看着奄奄一息的泰和，连玉赶紧解开他的衣服，看到他胸口的伤疤，回想起天明刚才的话，他很快将揭开命运真相。这一切命运的重复无法逃避，一切似乎都在循环。更加确信泰和就是自己的丈夫，他向泰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害怕历史重演。泰和虽然不明白发生了啥，但还是安慰连玉不必担心。回家的泰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很介意连玉心里可能有别人，误会连玉把他当成替代品，难以接受自己身处轮回之中。好在是自己在吃醋。为化解心中结，泰和编造了个朋友的故事，向洪秘书咨询朋友的爱情难题。朋友爱上了个忘不了前夫的寡妇，现在这个朋友很困惑，朋友不知如何是好。洪秘书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前夫都不在了，有啥好怕的？洪秘书内心有些失望，明明是个无门将的比赛，泰和竟然还不知道如何取胜。经洪秘书启发，第二天就带着连玉最喜欢的巧克力去公司。正待叫住连玉，何娜却插了进来。何娜瞥了一眼泰和手中的东西，泰和尴尬地说是给组员的。这一幕正好被连玉看见。到了办公室，何娜并没有和大家分享，反而说是别的男同事送的，想让连玉极度生气。4月找洪秘书谈话，觉得少爷和小姐进展太慢，希望洪秘书帮忙撮合他们。4月为连玉准备了特别的点心，然后让他回房休息，准备的差不多了。4月给洪秘书打了个电话，谎称连玉遇到了危险。泰和急匆匆地跑回家，一回家就被带到店闸那里，房门被反锁了。
他们认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总要发生一些什么吧。4月和洪秘书就亲吻起来。这时何娜打来了电话，洪秘书急忙去找太和，好不容易的气氛被打破了。太和有点生气，原来连玉设计的衣服泄露了，其他公司抢先一步制作出来了。周年庆的活动不能展示这个了，得重新设计新的产品。太和让洪秘书好好查这件事。第二天，刘和娜问连玉，为什么那么重要的资料会泄露？周年庆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重新设计时间不多了。爷爷听说后也很生气，他让太和不要管周年庆活动。太和说这个活动他必须主持，和爷爷意见不合。连玉主动认错，愿意承担责任。爷爷对连玉说，周年庆的成败会影响到太和的股东大会支持率，希望连玉不要拖太和后腿。太和表明态度，不会向爷爷低头，信心满满能办好周年庆。在外头看着失落的连玉，太和鼓励他，从现在开始别听旁的声音，专注做好自己的工作。第二天充满干劲回到了公司，利用所有时间设计。这时泰明出现了，泰明竟然会画，而且是个设计天才，这给连玉带来启发，终于设计出了理想的效果。连玉向美谈道歉，因为这次事件大家都加班了。美谈说不在意，能看到这么漂亮的衣服，加班也觉得值。这让连玉回忆起童年，那时候他很顽皮，爱骑马、射箭和看浪漫小说，还闹着要去清朝，多亏妈妈的教育才有了他现在的本领。美谈觉得这话很熟悉，他回家翻看了传家的古书，没想到里面写的和连玉说的一模一样。而教授在另一边发现了关于朴连玉的新证据，古书记载他新婚之夜就丧夫，当天就跳井自尽，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他甚至被立了烈女碑。终于到了活动当天，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何娜带来了令人头疼的消息，模特公司收到了活动改期的邮件，没有模特怎么办？走秀根本无法进行。闵代表了解情况后找到了太和，表示只要他需要，他可以帮忙解决模特问题。太和立刻请求闵代表帮忙，连玉不明白为何要屈服于闵代表。太和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生意人，关键时刻要能够低头。实际上他不想让连玉失望，连玉为这天付出了太多，但麻烦接踵而至。连玉重设计的衣服被故意破坏了，活动还有不到1小时就要开始，为了确保活动正常进行，最好的办法是更换掉连玉的设计。嘉宾记者们已经全部到齐，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思考了。为了不耽误进场，连玉选择了主动放弃。显然连玉很不甘心，他说给他30分钟时间。太和说外面他会尽力控制局面。连玉看着破损的裙子，思考如何改造。泰明突然提了个建议将裙子改成裤子。美谈同意了这个提议，感觉这个方案是行得通的。爷爷在场外找到了太和，让他撤下连玉设计的衣服。模特出问题和裙子出问题同时发生了，显然有人故意针对连玉。如果周年庆活动失败，将直接影响到董事会的投票。太和却说他想要跟连玉一起保护这次活动。看到太和这样，爷爷很失望。爷爷对太和的行为感到失望。何娜跑来追问太和，朴连玉小姐真的那么重要吗？竟让你敢违背会长的意愿？太和让他别妄想了，好好工作。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活动会出大乱子的时候，大屏幕上放起了动画，这是太和特别为连玉制作的。模特们开始陆续上场，爷爷看得紧张兮兮的。连玉那边终于调整好了衣服，他亲自上台走秀，完美的表演赢得全场起立鼓掌。闵代表的秘书不理解为什么要支持太和，闵代表说这样爷爷会更生气。所有父母都喜欢听话的孩子，一旦孩子有了自己的想法，违背了父母，不管对错都会被看作不孝。一向对爷爷言听计从的太和，自从有了连玉之后就开始违抗平日的规矩，导致太和好几次不顾爷爷的意愿，这肯定让爷爷不高兴。而连玉也可能成为太和的新软肋。对于闵代表来说，这都是利好消息。他们闲聊时，秘书接到了一条新消息，他派人跟踪姜太和，偷拍到姜太和一直在服用血管扩张药。第二天，太和向连玉提出离婚，因为太和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最近严重恶化。美国的专家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以他现在的状况来看，前景不乐观。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结束和何连玉的契约婚姻。另一方面，在得知太和有心脏病之后，闵代表紧急召开了董事会，讨论撤销太和的职务。爷爷要求见太和，事情已经无法再隐藏了。他决定向爷爷坦诚一切，关于和连玉的婚约，还有自己继承的心脏病。但爷爷对这些早有所知，这也是他一直催婚催生的原因。爷爷保证会处理好董事会的事。得知太和与连玉已经结束婚约，爷爷反而松了一口气。回家后发现连玉留信离家，内心还是挺担忧的。打他的手机已经是关机状态，只好打电话给洪秘书询问。洪秘书说自己也不清楚，实际上洪秘书已经暗中收留了连玉。第二天，董事会找太和了解情况，表明他那样的健康状况很难再担任公司要职。这时闵代表也来假装关心。回到办公室后，太和告诉洪秘书不要告诉连玉他的病情，因为历史学家曾告诉太和，200年前连玉就是因为丈夫心脏病去世，她才选择自尽。她不想他们重蹈覆辙。4月在家打扫时，偶然发现爷爷手中的怀表很熟悉，
但他觉得可能只是巧合，并未多想。下班时偷偷准备了一箱葡萄，想带给连玉，恰好遇见了泰明。泰明立刻看穿了4月的小心思，以此为交换条件，他也想一同去见连玉。他们便一起来到了洪秘书家。洪秘书的妹妹质问他们身份，问他们凭什么来到自己家。4月称自己是他哥哥的女朋友。妹妹听后非常震惊。这时洪秘书回到家，看到了在场的所有人。送泰明回家的路上，泰明给了连玉一本画册，里面记录了他们从相识至今的所有时刻，并向连玉表白了。还没等连玉回应，他就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了。他要让太和的心脏病情继续被人关注。闵代表命令秘书和黄理事操控舆论，并且安排人手搜集太和契约婚姻的证据。第二天，连玉在公司的电梯里，偶然听到黄理事正在通电话。连玉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简直和那个扔他进井里的蒙面男一模一样。回家时碰巧听见洪秘书和妹妹讨论公司的事情，了解到太和可能会被董事会驱逐。洪秘书无法再隐瞒，只好将太和身体出现、恶化等一切情况告诉连玉。听闻此事后，连玉急忙想要找到太和。奔跑间，天空下起了雨，这让他回想起院子里的那一幕。正在发呆时，太和突然将他拉开，问他为何淋雨。连玉开始担心太和的身体，太和紧紧拥抱连玉，告诉他只要他在他身边就好。终于向连玉袒露了心迹，两人于是和好如初。在第二天的董事会上，闵代表正要发起对太和解任的投票，太和却选择了开启直播。他公开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向，希望所有人能等到股东大会后再做决策。太和的直播打乱了闵代表的计划。同时，4月在家打扫时感到越来越不对劲，趁爷爷不在家，他找到了那块怀表，反复确认，确信这正是200年前那位小姐的。这时连玉也来到了这里。4月催促连玉快点离开，他分析当前形势，推测当年抛下他的井的可能是江家人。连玉听后感到震惊。就在这时，一只蝴蝶从怀表中飞出，蝴蝶又一次引导连玉来到后山烈女碑前。天明就在那里等着他。连玉急于想知道当年的真相，天明便启动了写轮眼向连玉展示。在烈女碑前，天明让连玉看见了过去的情景。他的母亲因得知女儿坠井而悲痛至极，不幸去世。父亲一度想要查明真相，为妻女报仇，但在行动之际却被那个蒙面男杀害以灭口。连玉目睹的历史与太和所知有差异，他向史学家核实后发现不同。突然，美谈家的日记多出许多字眼。太和分析说，可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在改写历史。天明找到太和，展示给他看前世的幻想，提醒他若继续和连玉往来，过去的命运可能会再次上演。太和坚决回应，哪怕冒生命危险也要和连玉共同面对。他去找了爷爷，表示要全力推翻闵代表。爷爷看到孙子如此有志气，很是高兴。没想到太和接下来说他也打算辞去副代表职务，与董事们共商公司的集体管理，这让爷爷的脸色一变。首先认为是连玉影响了太和，爷爷怒火中烧。自从连玉出现之后，太和开始不再顺从，变得反抗，急中生智。爷爷召集了几位董事，他们不愿意再等待合法手段对付闵代表，计划私下解决他。爷爷接着命令泰明和闵代表从豪宅搬出去外面住，但闵代表拒绝离开，只要在此之前把太和赶出公司。一切尘埃落定后，爷爷也无法对他怎样。他对黄理事说，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让太和失去反抗力。泰明找到太和，提醒他要小心闵代表和爷爷，他们都是一类人，为了公司不择手段，希望太和能保护好连玉。太和表面镇定。泰明离开后，他立刻召见洪秘书讨论对策。自己患有心脏病多年突然暴露，意味着自己可能被人跟踪。检查监控后果然发现异常，紧急寻找这名神秘黑衣人。洪秘书和4月反跟踪，找到了黑衣人，并在他的车上放了追踪器。连玉由美谈带着去见美国议员，发现对方都是老面孔，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让他们相处很愉快。他们非常欣赏连玉设计的服饰，并且他们愿意全力支持设计研发。得知太和关系网及美国议员这等背景，闵代表感到不安，他命令黄理事不惜一切代价解决问题。于是在与议员的会晤中，黄理事让人暗中更换了太和的水，意图毒害姜太和。幸运的是，洪秘书发现并及时挽救，同时将那黑衣人擒住。有了证人和证据，太和直接找闵代表对质。面对铁证如山，黄理事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跪地认错，并把闵代表出卖了。太和报警并要求闵代表主动辞职。原来黄理事家人也是姜会长害的，他正一步步实施复仇，下一个目标指姜会长。太和迫不及待把好消息告诉连玉，以为可以断绝一切恶缘，却没想到闵代表亲自上门，向太和揭露震惊的秘密。原来害死太和母亲的人，竟是他的爷爷姜会长。23年前，姜会长的公司遇困，急需一大笔资金，于是爷爷与太和爸爸达成交易，只要与闵家联姻，便答应治好太和母亲的病。但爷爷背信弃义，暗中命人将太和母亲锁在房内等死。太和竟在屋内目睹这一切。年轻的闵代表无意中听到计划，想要救太和母亲，却发现房门紧锁。太和恰巧看到这一幕，误会是闵代表害死了母亲。而在另一边，
紫薇花渐渐凋零，在连玉眼前消失，变成一只蓝色蝴蝶，引领连玉再次找到天明。天明向连玉解释，紫薇之名意为百日红，樱花期长达100日，这也是连玉此次时空旅行的时间限制。不管100日后发生什么，时空之门将重新开启，连玉能够自主决定是回去还是留下。如果决定留下，姜太和的心跳将再次停止。3个月的时间已经流逝，还剩不到10天去揭露真相，改写历史。天明之所以拯救了井中的连玉，并让他穿越时空，仅仅是为了报恩。拥有异瞳的天明自幼被当作怪物，当年得到连玉爷爷的救助。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天明把怀表作为信物送给连玉的爷爷，他只能操控时间，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全由连玉自己做决定。太和在另一边找到了爷爷对峙，爷爷直接承认了，是他害死了太和的母亲，一句为了你好成为了全天下控制欲强的家长标配。太和的父亲因为违背了爷爷的意愿，而现在的太和对连玉的缘故也开始对抗爷爷，但爷爷并不觉得自己有错，他把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于他人，认为是女人带来了家族的不幸。太和警告他不许伤害连玉，否则他将不再认爷爷这个祖辈。太和受到刺激晕倒了，主治医生告诉连玉，太和的病情3个月前就开始恶化，现在他必须住院治疗。连玉因此更信任天明的话，必须在100日内查清真相。他主动联系江会长，请求见面。爷爷向连玉展示了他珍藏的古画，这幅画是江会长父亲收藏的。江会长一见钟情于这幅画，直到连玉出现，爷爷才意识到画中女子逐渐吞噬了他心爱的孙子，那个已停止转动的古怀表。自连玉出现后又开始运转，所有迹象都指向连玉，是导致江家不幸的厄运之源。连玉试图用言辞说服爷爷，却没想到江会长固执己见，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他人。即使连玉和爷爷跪下，也请求他向太和道歉，还给彼此一个平静的家。爷爷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连玉即将离开时绑架了他。太和接到神秘人发来的照片，他马上回拨电话，但电话那头没人接，只是短信告诉他连玉被绑架的地点。太和没有丝毫迟疑，立刻赶往那个地方。连玉借口肚子疼想办法逃跑，恰好太和带警察及时赶到，安然无恙。这表明爷爷已经将连玉视为目标。太和决定去找爷爷，希望结束这一切。但太和还没到爷爷家，黄李氏已经悄悄进入了爷爷的住所。原来在太和中毒事件未明之后，黄李氏一直隐藏在爷爷家附近。连玉被绑架，最先通知太和的就是黄李氏。23年前，黄李氏当时的妻子怀孕时发生了严重的车祸，急需手术。而同一天，江会长的儿子也需要手术。江会长借助自己的关系，取消了黄李氏妻子的手术，优先给自己的儿子进行手术，这导致黄李氏家中悲剧。但江会长仅仅认为那是黄李氏的不幸，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黄李氏。江会长还想用金钱补偿，希望黄李氏能够放他一条生路。正巧太和赶到，救下了爷爷。尽管差点被黄李氏掐死，爷爷仍不觉得有什么后悔的。他又一次把责任推给了黄李氏和敏代表。太和为了平息恩怨，代替爷爷向黄李氏下跪道歉，并提前祝黄李氏圣诞节快乐。这激发了黄李氏的一个念头，他举起一个巨大的蛋想要砸向太和。这时连玉正在赶来这边，爷爷挺身而出为太和挡下来，原本要砸中太和的花盆。尽管爷爷控制欲强，但他始终还是爱太和的。如今头部受伤严重，爷爷被诊断出患有心快症，这是一种需要时刻保持快乐情绪的病症。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好事，爷爷可以停止内心的挣扎了，保持开心的心态，安享晚年。太和选择原谅了爷爷，尽管方式有点极端，但本质上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况且太和认为有连玉在就足够了，所有的阴暗都会消散。但连玉始终记得天明的警告，如果他留下，姜太和的心脏会停止跳动。爷爷病倒后 SH 集团无人领导，必须尽快选出新会长，这给了闵代表一个新机会。他开始动用人脉争取李氏支持，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数高层的认同。就在这时，泰明让闵代表停手。泰明认为他应该明白公司真正需要的人是谁，可能是因为泰明的话触动了他，因为姜泰明很久没叫他妈妈了，或许是故事接近大结局。总之，闵代表就这样突然变得正直，尽管得到了董事会多数人的支持，但在选举当天他没出席会议，并让助手告诉大家他决定辞去所有职位，并把股份转给姜太和。这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太和不明白，找到了闵代表，他认为太和只是 SH 的最后选项。太和想和连玉分享这份喜悦，但连玉告诉他，他决定回到年前，如果他留下，太和会死。太和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去找主治医生，跪下求医生救救自己，希望有医学奇迹能治好他的心脏病，但医生也无能为力。四月知道连玉要回朝鲜，也很伤心，毕竟他刚刚接受了洪秘书的求婚。他们紧紧相拥哭泣。美谈找到了太和，他告诉他连玉的焦虑，因为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但母亲日记里的内容依旧未变，连玉仍是那位烈女普氏，她没能改变历史，但时间不等人，她不能自私的留下。太和听了美谈的话后，找到连玉，他问他还剩多少时间。一朵花代表半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连玉最多还有15天。太和听后心里偷笑，他算了算连玉的生理周期，半个月时间足够了。太和特地请了长假，带连玉逛街、海边散步，还送她一条蝴蝶项链。短短1集接吻7、8次，屏幕都快承受不住这份甜蜜。他俩回家做了丰盛的晚餐，请洪秘书和4月一起吃。4月误会是告别晚宴，有点失落。太和拿出身份登记表，打算帮4月办理现代身份证。连玉打算一个人回朝鲜，让4月留下来跟洪秘书幸福生活。连玉送4月一套自己设计的婚纱，并祝他们婚姻美满。尽管他要离开，但爱还会留下。他们完成了200年前未完的婚礼。紫薇花凋落，天上现18星连珠。时间倒流，睁开眼，连玉回到了200年前，看到妈妈还活着，连玉泪流满面抱住妈妈。母亲告诉他年纪不小了，别总是哭哭啼啼的，10天后就要结婚了，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连玉知道回到了婚前，急忙问妈妈4月在哪，但现在的历史里没有4月。这次时间旅行，他改变了历史。连玉摸着蝴蝶项链，泪水止不住的流。但现在要紧的是，告诉太和即将面临的危险。他约太和到桥边，有重要的事情说。夜里太和如约来到桥边，再见到那么像太和的太和，连玉感慨万千。他将后妈会在他平日的汤药中下毒之事告诉了太和，但太和半信半疑。连玉早就预料到这种反应，他递给太和银簪和解药，让他自己回去试试便知真假。婚礼那天，连玉询问太和是否服了解药，太和不解地问他怎知这些事。连玉在考虑如何解释时，太和突感胸口不适，紧接着吐出了鲜血。连玉没能改变历史，他还得面对接下来的事。继母熟门熟路地来到门前，质问连玉为何再次克夫。连玉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心让继母即使想追问也得等哀守结束。夜里连玉假装睡觉，等待面具男出现。面具男正要将他丢入井里时，颇家护卫团围住了面具男，但他还是逃脱了。连玉紧追不舍，他擅长骑射，技艺高超，成功擒住面具男并揭下他的面具。果不其然是黄德九。在衙门前，继母不承认，否认他是指使者，坚称不会毒害养育多年的儿子。他质问连玉不要无端指责，至少要有证据。就在这时，原本被认为中毒死亡的太和出现了。他当天回去后，真的在汤药里检测到了剧毒。为了当场抓住继母，他事先询问过大夫，故意服用了非致命剂量，造成假象。有了人证和物证，继母仍然声称自己无辜。年后的美娥发短信告诉太和，家父找回了连玉母亲的日记本。他们立刻赶往后山，发现连玉的烈女杯也不见了。太和回医院复查，医生对他的恢复表示惊讶，医学奇迹似乎也发生了。他的心脏本来危在旦夕，现在却没问题了。黄德九因谋杀未遂被判处死刑，而继母只受了20大板，被流放边疆。他问连玉是否是来看他的凄凉景象，连玉毫不犹豫的回答是的。他要求继母道歉，继母嘲笑着不知悔改。他将责任归咎于太和，因为曼家后代体弱多病，家中唯一健康的男丁曼泰明却有些迟钝，不足以成就大业。曼家因此无法在朝廷中获得任何职位，于是责怪他无能，所以才会杀掉注定早死的曼太和，然后打造连玉成为颇家的真烈女形象，以此换取家族的荣耀。然而连玉表示他至少有机会拒绝错误的选择。太和无法忍受，决定离开家族，希望连玉能够收留他，但连玉没有同意。太和把蝴蝶胸针还给了连玉，告诉他之所以能够战胜病魔长大，就是因为一直有连玉这颗闪闪发光的星星支撑他。当得知要娶的就是连玉时，他曾一度感到胆怯，因为自己心脏不好，不想拖累他，但他又放不下这来之不易的姻缘。连玉向国王上呈奏折，希望君王能为朝鲜女子主持公道，废除让女子为了获得官职而被塑造成真烈女的制度，否则将会有无数女子被恶意杀害后被打造成真烈女形象以谋取官职。这一建议得到了场中所有女子的支持，太皇太后也表示同意。第二天在朝堂上，国王便废除了这一制度。之后连玉提议想要外出游历四方，母亲有些不舍，但父亲朴才元认为应该让连玉外出散心。而在现代，可能是受到了这段历史的影响，曼太和在合作项目中认识了一位名叫朴才元的理事，他和一位名叫李美的女子一见钟情。但不管他们现在怎样努力，曼太和也等不及再见到连玉了。在游历期间，连玉又和太和相遇了。太和表示如果不能成为夫妻，那么做朋友也好。连玉没有回应，他没有礼貌地直接走过去，但他转念一想，他邀请他一同散步。在月光照耀的夜晚，太和原本想趁着浪漫氛围表达情感，但连玉却告诉他，月球上没有嫦娥，也没玉兔，甚至连一棵草都没有，并且200年后人们已能乘坐飞船登月。从此连玉的旅途中多了太和的陪伴，他们的感情也逐渐升温。现在的太和为了表达对连玉的思念，直接买下了他们初次相遇的酒店。他相信只要那棵紫薇树依旧花开，他就与连玉有重逢之日。画面切回古朝鲜时期，太和的心脏病发作，大夫让连玉做好心理准备。曼太和的日子不多了，太和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只希望能尽可能的陪在连玉身边。
他对连玉说，最近他总做一些奇怪的梦，梦见一些他未曾见过的场景。梦中一个长得很像他的男子，整日守在紫薇树下，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那个人可能就是连玉曾提到的，在新朝鲜有着同名同貌的钟情者。他非常羡慕那个人，希望如果有来世能转世成为他。看着太和闭上了眼睛，安详地睡在连玉的怀中。回到家之后，曼泰明找到了连玉，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在临走前，他接过了兄长的遗物，并将其交给了连玉。太和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从小就对连玉一见钟情，总是在暗中保护着他。而那幅珍藏在太和府邸中的画像，也是年幼的太和所绘。似乎这一切都受到了历史的影响。1年后，居住在首尔的曼泰明，业务能力大幅提升。他自豪地对同事表示，进来公司的同事都给了他一个新的外号——慢改造人。另一方面，连玉的母亲告诉他，黄德九在被执行前逃走了。为了防止黄德九找上门来报复，母亲叮嘱玉必须格外小心。事实上，母亲的担忧并非多余。玉在夜晚就遭到了袭击，黄德九想让玉陪他一起死，玉趁机逃脱，但黄德九紧追不舍，最终玉被逼至悬崖边，玉无路可走，只得跳入大海。一朵紫薇花飘落在太和的面前，紧接着整棵紫薇树开始枯萎。太和无法面对眼前的现实，即使紫薇树失去了活力，他依然每天守在紫薇树旁。既然他的心脏病能奇迹般治愈，他为何不相信紫薇树也能再次绽放？微风吹过，一片紫薇花瓣落在太和面前，他转过身去。可能因为海面比井口要大很多，玉找寻穿越之门花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像命中注定那样再次相遇。故事的结尾，他们完成了那场跨越2个世纪的婚礼。太和发誓他们会永远相爱相伴，玉轻轻亲吻了太和，两人在200年后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美好结局。